俗话说，家有一草，天福天财，家有三草，好运连连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日常养护的许多常见植物，看似美丽，却暗藏阴气，不仅容易出现黄叶问题，还可能无形中影响家人的健康和运势。其实，黄叶并非单纯养护不当，背后更可能是家里气场出了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就和大家聊聊，在夏末初秋这个节点，阴气比较重的3种花，特别是注重健康的朋友，一定要留意你家有没有。1. 招阴的3种花。第一种，富贵竹 Lucky Bamboo。台湾10户人家里就有8户摆过富贵竹，尤其是新年乔迁的时候，更是几乎家家必备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被称作招财花的植物，在夏末秋初却可能成为家里病气的温床。因为夏末初秋高温高湿，富贵竹的根部长期泡在水里，极易滋生细菌和藻类，导致富贵竹早早死掉，还带来家里空气潮湿、霉味重、阴气堆积，让家人容易出现头晕乏力、精神不佳的症状。相信90%以上的人养富贵竹都会遇到黄叶的问题。黄叶的原因除了上面说的水质不干净以外，还包括以下几类情况。第一是光照不当。光线太弱会让叶绿素合成下降，整株显得发黄无光泽。相反，若置于强烈直射光下，叶片又会出现灼伤性黄斑。解决办法是把富贵竹放在明亮的散射光处，避免正午直射。光线太弱时，每天移到有晨光或傍晚光的窗边晒1到2小时即可。第二是养分失衡。长期只换水不补给营养，植物会慢慢营养不足而泛黄，但有些人一次性加入过量水培营养液或肥料，反而会把根烧伤，导致黄叶更快。建议每2到3周在换水时滴入极少量的水培专用营养液，切忌一次性大量投肥。若怀疑营养液过量，应立即换水并清洗根系。有的花友曾分享过，可以在花瓶里面放1根铁钉，也能让富贵竹养得绿油油。第3是病菌或真菌感染。当瓶内长藻或有黑褐色黏滑沉渣，常伴随黄叶和烂根，这是微生物侵染的信号。处理方法是把植物取出，用清水彻底冲洗根系，剪去腐烂坏根，用干净的容器和干净水重新栽放，之后加强通风与换水频率。第4是根系拥挤或老化。富贵竹长时间在同一瓶中，根系互相缠绕，缺乏空间，也会造成吸收功能下降，老叶黄化。解决办法是适时分株，换更大的容器，或换掉部分陈旧根系，保持根群活力。第6是自然老化与下部老叶脱落。总之，富贵竹一旦黄叶，需要按水质、光照、营养、温度、根系、病害、外伤这几方面逐一排查，有时是单一原因，有时是多种因素叠加。第2种，绿萝 Delos Ivy。 绿萝吸财，也吸阴气。台湾家庭几乎人手1盆绿萝，不论是挂在阳台、放在客厅，还是摆在办公室，都因为它易活易绿而受欢迎。甚至有人说1盆绿萝7个鬼，这句话虽夸张，但在风水学上，绿萝确实被视为容易聚阴的植物。它喜欢阴湿、光线较弱的环境，在夏末初秋这种湿热交替的季节，更容易吸收周围潮湿和阴凉的气息。如果放在家中阴暗角落，长时间缺少阳光，不仅生长缓慢，还可能让家里的阳气被削弱，出现空气沉闷，久而久之会影响健康。在养护方面，90%以上的花友都会遇到一个恼人的问题，叶片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，整株看上去稀稀拉拉，甚至枝条徒长无力。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几类。第1是光照不足。绿萝虽然耐阴，但不是喜阴，长期缺少阳光，会让叶片无法合成足够的养分，导致新叶越来越小，老叶逐渐脱落。特别是常年摆在室内深处的绿萝，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有效光合作用，最后只剩光秃秃的藤蔓。解决办法是每天给予3至4小时的明亮散射光，条件允许的话，每隔1、2周搬到有晨光或傍晚光的阳台补阳，让叶片重新长得饱满。第2是修剪不当。很多人觉得绿萝枝条越长越好看，结果长期不修剪，老化的枝条不断消耗养分，新芽却得不到供应，叶片自然越来越稀疏。
正确做法是定期短结，把土长的老藤剪掉，促使底部萌发新芽，这样才能叶多叶大。第3是根系问题。长期水培的绿萝，如果瓶子太小，根系拥挤，或长时间不清理，会让根部缺氧、腐烂，直接影响叶片生长。盆栽绿萝如果土壤板结、透气性差，也会导致根系吸收能力下降。要定期换更大的瓶子或疏松的土壤，并清除枯烂根系。第4是环境过于单一。绿萝虽然适应力强，但常年在同一个位置、同一个气候条件下生长，容易出现生长停滞。偶尔给它变换摆放方向，让不同部位的叶子受光，也能让它的整体状态焕然一新。第3种，铁线蕨 Maidenhair Fern。铁线蕨虽好养，但养不好比养命还难。在风水学上，铁线蕨却被认为是一种极阴的植物。它天生喜欢阴凉、潮湿、通风较差的环境，这类条件恰好容易积聚阴气。尤其在夏末初秋的湿热交替时节，如果家中空气本就闷湿，再加上铁线蕨释放的冷湿感，很容易让室内气场变得沉闷，家人感到疲倦、关节不适，甚至运势走低。在养护上，铁线蕨几乎是养一盆死一盆的代表，90%以上的花友都会遇到的情况是，叶片不断干尖、卷曲、脱落，最后只剩一堆空突突的叶柄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种。第一是空气湿度不稳定。铁线蕨的叶片极薄，蒸腾量大，一旦环境湿度低于50%，叶尖就会先发干，再逐渐蔓延整片叶子。很多人在开冷气、除湿机的房间里养铁线蕨，几天时间就能把它烤成干草。解决办法是保持环境湿度在60%至80%，每天喷雾2至3次，或在花盆周围摆放装水的托盘，增加湿度，但要避免直接把水喷到叶心，防止积水腐烂。第2是浇水过多或过少。铁线蕨的根系细弱，对水分极其敏感，盆土过干会迅速萎蔫，过湿又容易烂根。特别是夏末初秋的高温季节，如果水浇在闷热的土壤中，根部缺氧，很快就会黑掉。正确做法是保持土壤微湿但不积水，最好用手指探入土中2厘米，如果感到微干，就立刻补水，并选用疏松透气的泥炭土或蕨类专用土。第3是光照不当。虽然铁线蕨耐阴，但长期放在完全没有光的地方，新叶会变得又小又薄，还容易掉叶，而强烈的直射光又会灼伤叶片，出现大片黄斑。最佳位置是明亮的散射光处，例如东窗或北窗，避免午后烈日直射。第4是通风不良。铁线蕨的叶片密集，如果空气流动差，水汽无法及时蒸发，容易滋生真菌和害虫，导致叶片出现黑斑、腐烂。建议摆放在空气能缓慢流动的地方，避免闷闭的柜台角落。第5是植株老化与不修剪。很多花友看到铁线蕨的叶子长得密，就舍不得修剪，其实老叶会不断消耗养分，让新叶长不出来，久而久之，整盆状态下滑。建议定期修掉枯叶、老叶，促使底部萌发新芽，让它保持轻盈饱满的外形。相比之下，夏秋交替时节，有3种植物非常值得养护，能够帮助家里稳住阳气，改善气场，带来好运和健康。2. 阳气重的3种花。虎尾兰 Snake Plant 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它生命力极强，耐干旱，不挑土壤，适合各种室内环境。虎尾兰的叶片挺拔硬朗，能够持续释放氧气和净化空气。在夏末秋初这种阳气衰退的时节，虎尾兰能帮助稳定家里的气场，驱散阴气。养护虎尾兰非常简单，只需保持盆土微干，避免积水，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，几乎不需要过多照顾，是忙碌家庭的理想选择。发财树 Pachira aquatica 是另一种备受欢迎的阳气植物，象征着财运和生机。发财树喜欢温暖湿润，淡季积水，夏秋换季时只要注意控制浇水，保持土壤透气，植株就能保持旺盛的生长。它茎干挺拔，叶片光泽有力，能带来正能量，提升家中的风水运势。放在客厅或财位，发财树不仅能美化环境，还能守护家人的健康和财运。吊兰 Spider Plant 也是非常值得养护的室内绿植，它适应性强，耐阴且易于打理。
吊兰对空气净化有极佳的效果，能有效过滤有害物质，释放氧气。夏末秋初时，保持吊兰盆土微干，避免积水，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，就能让吊兰焕发活力，增强家里的阳气。它的叶片修长柔韧，形态优雅，为家里增添生机和舒适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家庭养花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